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稍微系统的来讲一下 Nginx。Nginx 呢，它属于一个反向代理服务，我们可以用作它来网页之间的重定向跳转，也可以用它来代理我们后端 IP 加端口的这些服务，还有它可以承载静态网页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纯不界面化。我都知道，界面化是比较友好、比较可视化，但是界面也会存在安全性啊，界面会占用一些系统资源，会影响整个 Nginx 的执行效率，对 Nginx 最新版的支持也不是特别好。不用宝塔，不徒手搭建我们的 Nginx 服务。这期的目的也是让我们零基础的小白快速的使用 Nginx 服务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如果你想重装一下啊，装一个纯净的系统，那你可以执行这个命令。装纯净系统的意义就是，如果你之前装过宝塔，或者之前装过 Nginx 相关的，之前占用过80和443端口，那我建议大家用一个纯净的系统来学习，因为 Nginx 主要用到80和443，也就是 HTTP 和 HTTPS。那我们更新一下系统，这个 update 呢是更新系统索引，这个 upgrade 将你当前的系统组件更新到最新版本。一个安装命令，我们需要装2个下载的组件，比较常用的装 sudo 管理员权限，更高权限开放给我们。关于证书申请相关的组件，我们复制一下，右键粘贴到这里，回车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已经安装完成。接下来我们来装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， 同样我们粘贴到这儿，然后回车。我们的安装结束，这回我们来创建几个文件目录。 Home 这个文件夹创建 Nginx 这个目录，要创建一个文件，这个我们的 SL 证书会存放在这里。3行命令一样，我们粘贴到这里，创建。创建成功以后，我们可以到 Home 看到 Nginx 这个目录，存放证书的目录，当前是空的，这个是我们的空的 Nginx 配置文件，待会儿我们会去配置它，配置它也是非常简单的。再往下呢，我们就需要申请证书。申请证书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我们靠命令来申请，一种是我们到 Cloudflare 里头用15年的证书。首先我们执行第1行命令，第2行命令是邮箱，这个域名要用你自己的域名，你可以杠很多 D， 一次申请多个域名。当前的这个域名解析到服务器的 IP 上。好，我们打开 Cloudflare， 大家如果没账号申请一个，如果没域名，在这边你这个添加。那我现在有6个域名，科技蓝点 GQ。点进去以后呢，我们这边第3个 DNS， 这边你的新域名的话，这块是空的，那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DNS 记录，需要填写 @， 就是根域名的 IP 地址，用你当前服务器的。小云朵先关掉，待会儿我们再开。然后这边我们给它1分钟，让它完成解析，我们点击保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确认这个域名关联到了这个 IP， 那我们需要先复制这个域名 cmd， 回车进入到命令输入框 ping 一下域名，回车。我们现在发现它已经正常的解析到了服务器的 IP， 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为这个域名申请证书了。我们把它复制一下，好，我们右键进来，回车。在申请证书的情况下，你的80端口和443端口必须开放。像我这样已经成功申请证书了，那我们接下来要下载到我们的 VPS 里，同样要把你的域名写上，要跟上面的保持一致。我们会把 key 这个文件放在我们的证书这个目录，命名为 key。第2步依然是放在 home Nginx 证书这个目录，这个是公钥，上面的 key 是私钥。那我们把整行输入一下，然后点击回车。好的，这样2个文件就下载完毕。我们进入 home， 进入 Nginx， 进入证书目录，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文件已经下载完毕。接下来的第2种方案，那这个方案和上面这个方案有什么不同呢？上面这个方案是比较自由的，如果你不开启小云朵，你这个方案是依然能用的。那如果你开启小云朵，你只能用下面的这个方案 Cloudflare 的专属申请方案。那这个有一点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如果你做长期网站的话你用这个方案是最优解，使用它的代理服务帮你守护你的站点。我一般推荐大家用这种方案，而且这种方案的话是包含泛域名的，包含2级域名，我只需要一个证书所延伸出的2级域名都可以去使用，能开小云朵的时候才能用。那我们来申请15年的证书，我们回到 Cloudflare， 打开小云朵，点击保存，
来到 SSL TLS， 先把它调成完全严格，来到原服务器创建一个证书。这边我们需要切换一下，选择 ECC。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 ECC 更简短，同样能达到 RSA 的安全效果，所以更简短的话，对于执行效率来讲非常高。然后这边呢就包含你的子域名和你的根域名，一个证书可以用在同域的所有域名当中。好，这边选择15年，我们点击保存。这时候呢，它就给我们生成了域名证书。先把公钥的证书文件编辑一下，复制这行命令，粘贴进来，回车。这个证书文件好像有内容，那我们需要把它们删掉。这个是我们刚才用那个软件申请的，这个删有点反人类啊。我们这边有快捷的途径啊，可以把它下载下来。像 XShell、FindShell 它都有这个文件管理的，你都可以下载到本地来编辑。好，我们在这儿编辑就快很多了。我们把这些全删了，这些没用的删掉。回到 Cloudflare， 把这个复制一下，保存。Key 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同样也可以删掉它。然后我们下头选择这个 Key， 好，粘贴进来，保存。我们拖回 SSH， 让它覆盖，完成。15年的证书就这点好啊，它可以到38年的3月份。好了，这两种方式的证书申请都跟大家分享了啊，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用哪个。如果大家主力在海外做电商建站的话，我更推荐第二种，一劳永逸，比较长久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需要给我们的 NGX 配置一些信息。好了，那就复制这一行命令，回车。好，进入这个文件，这个文件现在是空的，对不对？首先我们来讲重定向。重定向就是从 A 网站跳转到 B 网站啊，我们刚才域名申请的这个网站跳到一个特定的，我们想跳在哪个网站就跳在哪个网站。当然前提呢是要合法的，它许可你做重定向跳转。什么时候会用到重定向？有一个老站了，我要更新一个新域名，但是我老站的这个域名呢又有不少访问者，那我们就把老站重定向我的这个新站来啊，让流量灌入到我这个新的域名里头来，会用到重定向。当然这个重定向取决于它是否许可，如果你不清楚它到底许可不许可，建议不要用其他人的域名网站。80直接重定向到 HTTPS 的百度，然后我们下面呢443也用这个域名重定向到 HTTPS 的百度。这边有一个 HTTP2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最基础的现在有几版协议，就是 HTTP 1.1 HTTP2 还有 HTTP3。 HTTP3 呢是目前比较新的，所以用的人也比较少，而且技术还不够成熟。它是用 Quick 协议的，也就是底层的 UDP。 HTTP2 还是老的 TCP 的。在 TCP 层面上，那 HTTP2 是最新的，也是广受大家好评的，包括宝塔配置的时候也会用到 HTTP2。 全部复制好以后呢，我们粘贴进来 Ctrl+X+Y。 这个百度你可以自己改自己的域名啊，你可以改成你的网盘啊，改成任意的你之前的老站的域名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回车。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导航站呢是 Pro， 后头结尾的是 Pro。 我用 TK 的话，回车，它还是会给我重定向我的 Pro 里头来，想让大家访问的是 Pro 而不是 EK， 这个大家能理解，这就是重定向的一个意义。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科技蓝点 XYZ 它会完成什么样的操作呢？回车 OK， 它就跳到我的博客了，但是它的域名不是 XYZ 结尾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的配置文件也配置完成了，那我们接着往下就可以部署这个容器了，就是我要运行一个 Docker 容器，-d 就是让它在后台运行，然后这个-name 就是代表这个容器的名字，这个容器叫 NGX， 它会占用80443两个端口，向宿主机映射这个 NGX 的配置文件，它又有一个-v， 它又在做映射证书 HTML， 然后映射到容器内部。那这样的映射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容器删掉了，这些文件都不会丢失，我下回如果要更新 NGX 的话是非常方便的。所以我们在前面做的这些工作都是为了 NGX 更好的迭代，更好的去后期维护。
这个 nginx -list 就是我们会去 Docker Hub 里找到 nginx 这个名称的镜像文件，而且我们需要找最新版本，这个就是最新版本的意思。当然你冒号后面加版本号 1.21 或者 1.20 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没有冒号 list， 也代表我要去 Docker Hub 里头去下载 nginx 的最新版，整行复制一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右键进来，然后点击部署，它会去到 Hub 里头去下载镜像，下载完镜像以后就按照我们这个规格进行部署。 OK， 这就部署完毕了。我们如何去查看它运行的情况呢？ Docker ps-a 查看所有容器，回车。 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这个容器已经正在运行了，并且它已经成功的占用我们对应的端口。对，这样的一个情况，然后我们回车，那我们的重定向就已经成功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讲反向代理，可以把任意的服务器其中的某一项服务进行代理，域名的形式可以让用户来访问。就是原本我们这个服务是 IP 加端口的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，GPT 的 Docker 命令，那我们把它复制一下，我就可以回车一下，把这个部署一下，它去下载这个 GPT 的镜像。好，同样也完成部署了，我们依然可以去看一下 Docker ps-a 成功运行，拿我们当前的 IP 3002。好，这时候我们进入到 GPT 网页版，就我们自己搭建的。那我们有一个 IP 加端口了，我们把这个 IP 加端口反向代理到我们的域名上。OK， 这个情况下我就可以再创建一个 DNS 记录。那我们就是 GPT IP， 我们这边开启小云朵，因为我们要用的是15年的那个域名。好，我们点击保存。域名为什么会解析到 IPv6？ 我为什么会解析到 IPv6 呢？是因为开了 Cloudflare 的小云朵，刚才是用的重定向，这回我们要用反向代理这个代码。我们这块呢，把这个 server也给复制一下，这两个 server 都复制一下。上面这个头是所有域名共用的，还有这个 HTTP 也是所有域名共用的，只有下面的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的新域名。把我们刚才重定向的这个下载下来，下载下来目的就是非常方便我们去编辑它。然后我们这边要给它回车几下，因为反向代理的话，它有一些上传限制，就比较麻烦。就比方说我们要反向代理一些网盘啊，这种要上传的话，它要有一个上传限制，我们最好给它设定一下，要不然它无法上传。那我们在这块把这一行复制一下，这个就是上传限制1个 G 以内的放在这儿。这每一个 server 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域名，这两个 server 是一组一个代表80，一个代表443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留出空间，这个 server 拷过去到这里，然后粘贴进来，把域名改一下，这边我们要加上 GPT， 这个呢也复制到下面来。这个地方用你自己的公网 IP 加端口号，就是我们要反向代理它嘛，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复制一下，全部删了，留一个冒号在后面，好，粘贴进来，然后把这个杠删掉，然后我们保存一下，域名配好，域名配好，然后你反向代理的内容配好就可以了，扔到这里头来，扔回去。我们要把 nginx 重启一下，回车。这时候我们再启动一下 nginx， 因为让它的配置生效。首先我们修改了配置以后，我们需要 stop 把它停止，然后我们再 start 把它启动，回车。ps 不杠 a 了，那就是当前在线运作的。好，当前在运作的 nginx 是正常的，那我们就直接用域名来访问，回车。好，我们成功反向代理了，多个服务就不需要我再多啰嗦了。同理就是 server 一个80 server 一个443。还有一种玩法，比方说这边我想让它多个域名重定向到百度，空格一下，然后再加一个域名，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就是我3个域名都同时指向百度，当然下头你也要跟着一起改。第3个部分我们来讲代理静态网页的配置方法，也是非常简单的。现在呢，这个是反向代理用了，这个就是我们重定向到百度用了，再创建一个静态网页的使用，那我们就是 依然用这个 IP 开启小云朵，然后我们点击确定。操作完以后，基本上它就是秒解析的。这边我们放了一个 index HTML， 就是默认的 HTML， 它是这样的一个格式那就是会通过这个 HTML 呈现静态网页。它是怎么做的？其实是 ChatGPT 给我设计的我给它提需求，它给我把这
一长串代码打出来，给我一个外链的链接接口，我就放了一张背景图进去。那我们也可以用 Chrome 直接双击打开，这边给你一个谷歌链接，你可以去搜索，你也可以直接跳转到科技烂的官方网站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静态网站。那现在这个静态网站呢是存在本地的，它是一个本地的路径。这时候我们打开服务器的目录啊，这边呢我们依然在 Home Nginx 里头有一个 HTML， 它这里头现在是空的，我们把它拖进来。好，拖进来了，它已经存放在这儿了。待会儿我们去调用一下它，我们怎么调用呢？依然去改我们的这个 Nginx 的配置，加一个井号呢就代表备注啊，这个大家了解一下。然后我们的代码从哪儿来呢？代码我们就复制这个，依然是从 server 这个地方复制，因为这个是全局的，所以我们一个配置文件里头就有一个就可以了啊，全部复制，然后粘贴过来。这个依然是80端口，然后你这边改成你自己的，前缀就是 HTML， 刚才我们解析的新的子域名。下面同理我们把这个替换了，在下面这块依然是证书，然后这边呢跟我们刚才上面的重定向和反向代理都不一样，这边呢 UTF-8 编码不在这边加个判定的话，中文就会出乱码，我们需要指向这个 index.html。保存以后把这个传上来，暂停 Nginx 服务，启动这个 Nginx 服务。同一个 Nginx 配置文件，它同时代理了我们3个域名的服务，依然也是正常的启动的。这个我们第3个域名，然后我们回车一下 OK 成功代理我们的静态页。所以我们今天用 Docker 下的 Nginx 做了3个网站，一个是重定向的网站，一个是反向代理的网站，最后一个是 HTML 的静态页的网站。当然 Nginx 还会有很多更进阶的玩法，回头我研究好以后再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当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也需要大家的指点和提醒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